欢迎欢迎欢迎，OK 大家鼓掌 OK，Hello 欢迎一下。Hello，可能是第二次吧，对对对。然后这次怎么说，其实挺有机缘的，因为主要也是先是那个小曾找到我，然后他可能那时候正好在玩游戏的高峰期吧，没有什么时间做这个项目，然后就交给我们了。对，一开始因为我接到的时候，我以为只是做一些里边那个衣服啊之类的东西，后来就直接把整个片交给我，然后压力也挺大的，因为当时其实这个项目介绍一下背景啊，首先是它是一个集合网为了推出他们跟那个 PlayStation 联名的一套衣服，然后做的一套那个推广宣传片。找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时间并不多，而且里边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怎么样去把他们这个产品完全 CG 化做出来。他们当时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犹豫到底是用实拍还是用 CG 做。因为他们当时也有个备选方案，就真的就全部都实拍，然后因为反正这个片子它的目的只是出他们产品而已，然后出这个跟 PlayStation 的关联，然后所以就是时间上的考虑来说，我们时间还是蛮紧的，而且这个项目我们其实作为一个个人项目来做，所以它不在我们的工作时间去做，我们只能每天就是下班回来之后，然后利用这个下班的时间去做它，所以时间很紧张，然后大致的时间的话，大概在2个礼拜左右，其实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个全力做的时候是在2个礼拜，当然后面还有2个礼拜是在反复的修改。对，所以就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怎么样能在2个礼拜之内把这个场景全部搭出来，而且能有一个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解决掉所有他们的产品，可以出现他们产品，然后这个真实度也达到一定程度，对。然后所以我们这里边就这次非常主要特别想说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这个3维扫描的内容了。OK，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看一下，首先就是我们可以接这个项目接到的这个 brief，就是客户的要求，那个草图，对，极客网他们其实给了一个这个草图，而这草图基本上把要出现内容都出现了，我们一开始也照这个做的，然后同时呢给了一些，给了一些，这是他们画的这个对，这个是那个，这是参考图吧？对，他们自己画那个图，就是大概的布局，就是这边的话是肯定是主要的那个 PlayStation 的角落，对，然后这一块是他们的衣服，然后下面这些他们给了一些那个氛围的参考图，对，我们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氛围去做的，对，然后它的背景是因为这个跟 PlayStation 联名是 PS1 的话是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非常古老的一个主机，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 PlayStation 1，因为我们现在玩的游戏已经是 PlayStation 4了。对，这个是当时我直接接触的就是 PlayStation 2，因为那个像那种黑网吧，很多人买了这种 PlayStation 2开黑网吧，我在里面打什么数码宝贝什么的。对，我也4块钱。对，我最早接触也是 PS2，PS1是邻居家小朋友比较有钱的小朋友家里有的。对，我们当时第一次接触 PS2好像是那个龙珠，就是特别厉害，它是3:2的画面，当时就震惊了。这个我是永恒传说啊，永恒传说是吗？对，太老炮了，永恒传说。最早玩的 PS2 应该是无双。无双我们那时候有玩。对，这都是包机房热门。那个我觉得好炫酷啊！对，就当时觉得哇，这个画面，对，而且当时的游戏前面都是有 CG 的，就是 CG 的画面比游戏画面要好多。当时都是当电影看的，对，太厉害了，觉得。那大概这个就是一个项目背景，是要90年代风格的一个室内，然后那这里边就是当时好像有人敲门，不好意思啊，就当时的话。考虑一点就是，本来我们想的是这个衣服的话怎么去做，衣服因为以前要做的话，基本上会用那个 Marvelous Designer 去做它衣服，因为当时正好西方他们也给了一些那个衣服的那个平面版型图，做是可以做，但是我想了一下，要去在2个礼拜之内做完的话，还是蛮紧张的，所以后面我们就全部采用3维扫描的方式去做，对，然后后面。大概在后面接下来的地方我会专门去讲到，我会实际操作去这个做一个3维扫描的东西。好，我现在的话继续介绍这个整个项目的内容。OK，
然后这个是大概的一个 brief，然后我们考虑一下这个项目周期啊等等，我们该怎么做，然后就是接下来的话，我先大概介绍整个项目我们的这个流程，因为我们人员的话基本上就我跟矿2个人，然后矿的话主要是建模能力比较强一点，就是他负责的大部分这个需要建模的部分，然后我的话是在整个动画和材质上面，对，到时候我们会分开介绍一下，矿有他分享的内容，会特别厉害的一些很厉害的 trick， 很紧张啊。对。问题没有。OK， 那其实这个最终的动画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从一个非常草的 layout 开始的。当时一开始我们可以看看一开始的 layout 简直就跟 PSE 的画面比 PSE 画面还要惨。对，所以我蛮喜欢一开始的 layout。对，开始我们其实这个项目当中它有些变化。最开始我们只是介绍到一个10秒钟，而且我都不知道是横屏还是竖屏，我就用了1天时间就简单做了，这是最草的一个，就是当时的 layout。我很喜欢这个蓝色。对，它只要看得出来这个感觉就可以。对，就大致是这样子。我们想的基本上就是画面在不断的往电视机里面推进，然后推进的时候，中间会有一些东西跟它产生一些关系，比如说这个线或者树会翻开，被它有一个吸引场去吸引过去，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OK， 然后到下面之后呢，后面几个版本之后，跟客户就是来回做一些反馈之后，我们又添加了很多别的东西，可以看一下中间有几个版本的迭代。那其实这个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接到项目的话，差不多是从7月初开始，然后我们是一边建模，然后一边搭场景，一边去做这个 layout， 然后 layout 完成之后，基本上我们场景也完成了，然后就是材质渲染了。可以看一下这个在13号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模型都到位了，然后扫描的这个包呀其实也到位了。这个是一个大致的这个场景排屏，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开起来，所以看到很多东西诡异的浮在空中啊等等。但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这个镜头重新改过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哦，就是因为我知道可能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就是我们这个电脑上的声音。就如果你要听声音的话，可能在 OBS 里面你要把那个台式音响给打开，有可能你要开启 OBS， 它那个台式音响的声音是不是有那个？行，我开一下。因为我记得我开了之后，我自己本机听不到的，但是在外面可能可以听到。OK， 那这个是第2个阶段的一个 layout， 然后这个 layout 的话，我们也加上了音乐，如果能听到的话，就是我们当时这个镜头去设计的这个方式的话，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 PSE 的一个启动，它启动之后呢，然后因为这里会有非常经典的这 PSE 启动的时候那种非常玄幻的一个声音，然后在之后这个镜头其实越拉越远的，就是有一种就是这个声音会传到房间里边很细小的各个角落里边，它会传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接近这个四周的这个角落里边，然后再会出现他们的这个产品。你把那个刚那个台式响声音给把它关一下。好。刚才他们反馈说没有听到声音。不好意思，只能我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那你说应该是有的，可能是这个耳机跟麦克风的设置问题。对，有可能是设置问题，那实在不好意思，就是。没事。对，那我接着往下讲好了。就这一部分的话，大概是这样，然后再到后面的话，其实他们那个机网那边还提了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其实更希望这个画面有一些刚开始有一些那种生活场景感，就是能通过几个镜头能够表达出来，这个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们提的意见其实特别好，我觉得。这里不知道能看到，这里其实我只能描述一下这个画面里面的声音，就加了一个钟摆的声音。就一开始这个画面其实是特写了一个这样的小猫的一个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看过90年代一个电影叫做《回到未来》？《回到未来》里面的一开始也就是这个小猫钟的一个画面。其实这个钟挺经典，它是在美国可能更早了，
60、70年代就是他们家庭里面非常流行的一个，像是一个吉祥物一样的东西。它到现在这个品牌，它还在出新的颜色和版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代表性。而且回到未来的话，我觉得跟整个这个气场是非常搭的，它有一点点科幻，有一点那个90年代那种科幻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对未来的畅想，非常的神奇，它没有特别黑暗的内容。OK， 这个画面其实是跟着这个中版，然后去会切，每响下中版会切一个画面这样子，对，然后稍微修改了一些这个镜头的表达方式，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是早期的一个版本了，当时还想的是我们其实希望通过开机响起来之后会让这个线产生扰动，然后通过这个扰动再去那个带动这些东西让它动起来，但后面就是对后面很多时候时间因为不太够，然后对我们就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而且客户他后来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想法，可能他们还是希望就是更加的直观一点，写实。对，OK，然后最后到最终的版本，就是最终的一个layout，基本上跟最终就是我们最终渲染的那个成品是一样的镜头角度了，可以看到就是会每响一下钟摆，然后它会切换一个镜头，前面几个镜头就是像这里刚开始从那个 MP3 里面放出来它的音乐，可以表达出这个他当时主人是一个什么心态。其实这意见都是集合网的，就是他们那个导演 Moby 提的，我觉得特别好，就确实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可能拍摄的时候会有他们自己更多的想法，就怎么样去表达这个场景跟人物的关系。OK，那差不多后面差不多是一样的内容了。我想问一下，就是现阶段 layout 我也能看到那个景深的效果，是用拍屏直接拍的？对，拍屏直接拍的。其实我跟匡都有一些这种情怀在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在视图里面直接就看到最终效果。包括就是一些景深啊、发光啊，像最后这个也没有后期就直接在拍屏里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可能后期能力没有那么强，我们就喜欢直接出对三维里面出这个效果。与其说后期没那么强，不如说三维太强。也没有，确实后期不是很强。我们整个片子其实几乎没有后期，就后期都是一些修错内容，就比如说这个两个镜头颜色不太一样啊，调一调颜色啊，或者是这个画面降下噪之类的，就只做了这些内容，基本上。好像现在用 Octane 流行以后，大家基本都很少去做复杂的合成工作，基本就是调色，然后修一些问题。对，因为现在 Octane 它有好多新的功能都是为了这个服务的，它直接可以加那个电影化的滤镜，它可以就是在相机里面有那个 AI 降噪等等，基本上后期的就是余地已经不多了。除非做一些三维做不了的那种特别绚丽的光效，可能要用后期去做一下。对 ，OK， 这个就是layout 部分，然后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们大致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框两个人，其实我们之间也是要做一些简单的场景的管理啊等等。但我想的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是特别小的一个小型这种人员构成，所以对我其实是想把这个管理降到最低，就是只要能看懂这个镜头号和文件放哪就可以了。然后这可以推荐一下一个小的在线工具，但现在我不太推荐它了，因为我发现它开始变得有点不太纯粹了。对，这个叫 Boards， 对，这个软件它本来开发出来就是给大家去，它专门是给那种逐帧动画去他们画那个就是 storyboard 画那故事脚本的时候，它可以把它一页放在一起，然后它其实可以加一点简单效果，然后这里可以有个 play， 它可以串起来，就是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那个分镜的一个动态故事板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因为我之前用的时候，它是在3人以下是完全免费的，你可以直接用，但它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现在好像改掉了，现在我们免费版本只能加12张图，后面这个图这是我之前做的时候，它没有限制的，我可以随便加多少张图，它只要人数在3个人以下就可以，但现在它就变得收费了。我想问一下，它那个 play 点了以后，它是把这个像幻灯片一样播一下吗？对，像幻灯片一样播。
对，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其实是可以，你可以 add image，然后在这里你可以自己涂涂画画加文字啊，或者是做一些旋转啊都可以。就这个还就像那是可以做小 PPT 一样的，可以做动画什么的。对对对，做小 PPT，然后这样你也可以写一些那个 comment，就是写一些那个反馈啊等等的。我现在这个没有翻墙，可能速度会比较慢打开。我知道明白。我反正把这个链接就是分享给大家，他们可以去看。OK，就有点可惜，因为之前3个人以下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就它完全免费去使用，那现在它有点收费了，就挺难过的，它已经不纯粹了。可以理解。对，那我现在就不演示了，因为它打开特别慢，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可能要带梯子。对，不翻墙可能就很慢。OK， 就是我觉得它非常好用，就是你像我这里直接就是我会在第一个地方，因为它自己每一个图片它自己会标个标记，这个就不用你写，就是1、2、3，4，就相当于那个镜头号。然后我在这儿我会写它是从第几帧到第几帧，那这样我在不同机器上渲染的话就会很方便。然后第二栏其实它本来这个 sound 是你自己去加音效，就是你用文字去描述这是一个什么音效，但我这里其实是用来做一些我把它用来做别的东西，我把它用来做标记，这是我做的还是矿做的。然后最下面这一栏是你的那个，它本来这里面应该是描述你的画面里面镜头运动，那我可以写上我要修改的内容。然后像这里的话，它每一个上面可以加一个这个小圆钉，就这个地方你可以修改，就是它不同颜色标记，比如说这个绿色代表是已经通过了，然后我可以标成这个蓝色是它还在处理中，或者是这个是需要反馈等等的。对，就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OK， 这是一个简单的小的就我跟矿之间基本上就是这样去管理，而这个就是我可以发给矿，然后他也可以登录，他也可以在这里去填写他要就是对改的内容。就我觉得小团队之间合作的话，这样还是挺方便的。OK， 那这个是小的流程的管理，然后下面就讲到我们做流程基本上 layout 我们其实是这个模型跟 layout 同步进行的，因为这个项目非常赶。我现在说一下就是建模的部分，我们基本上流程是 layout 好之后，其实模型也完成了，然后再做这个材质渲染。先说一下这个建模的部分，建模部分的话。我的东西比较少，因为我主要是3维扫描部分，等下会说一下。我的这个原宗旨可能就是能去网上下载就去网上下载，这样可能会更加快一点。然后对我们模型其实主要也是大概3个来源吧，一个是这个内容浏览，就是内容预设库里边的，如果你 CT 提供给你的模型呢，你肯定可以去用。就肯定不用100%，而且它提供的模型品质都还挺高的，相对来说，对，有很多还可以自己自定啊、修改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去网上下载，当然我这里会提供几个，就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资源的地方。然后第3个就是我们自己去建模，那这是下次的了。OK， 那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次找模型的几个地方吧。这里有一些收费的，也有一些是免费的。像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叫做涡轮鱿鱼 ，Turbo Squad。对，这个网站它的特点就是它很贵，这个网站，但质量还挺好的。我想起了 Beeples 啊，对，它可以免费用。是，就是这网上而且有些小的技巧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去网上买模型的话，注意千万不要开翻墙。对的，千万不要开翻墙。我们之前试过几次亏了，就是因为你开了翻墙之后，他会认为你的 IP 地址跟你的实际地址不对，他会不给你发货，然后你必须去找他那个人工服务去跟他说清楚，这个因为我开了一个 VPN， 然后怎么样，他可能会怀疑你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非法事情之类的。在偷看模型。对，特别麻烦，就会耽误你的时间，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挂梯子。但是你不挂梯子的话，你的下载特别慢，就挺麻烦的。你如果你买个特别大的模型的话，要下半天。对，那好处确实是它的那个品质非常非常高，就是我们其实用的电器就是这个索尼的一个就是老的一个特别。做个项目也买这个。啊，是吗？哎，早就不买了。对，早就不买了。可以循环用一下。OK， 其实你看，你搜它电视网，它这个本身平台做的很好，它的展示啊，还有一些这个
模型的就是面数都是控制很好的，所以这个你要做商业的项目，这个还是第一首选的。因为如果你去找别人，就比如说做外包，它也差不多这个价钱，也是要挺多钱的做一个模型。OK， 那这个是比较正儿八经的正规渠道。那后面还有几个像这个，这个是这2年很流行的Sketchfab。然后前2天我还看到，我看火人说就是它好像有一个跟 CCD 结合的一个插件，就直接可以 CCD 结合的，对，打开它库还挺好的。这个网上最好就是它所有东西你在这儿可以直接看到，而且你打开的话，它是在网页上直接展示出来的。你们用了这个，觉得他们的模型质量高吗？有高有低，但大部分是针对游戏优化的。对，因为看很多东西全部都可以在就是那个视图上展示出来。对，就是你可以在这儿看它的那个线框啊，或者是看一下。这个网页有时候做盖设也蛮好用，可以随时选自己的角度，然后截图放到 Photoshop 里面。对，这个也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子。对，因为我之前就是这样用了一下这个网站。对，还很方便。对，那还挺好的。就在这也可以看它那个贴图，每一个通道贴图是什么样的。它这个流程是完全针对游戏的这种优化了，所以它为了能够在视图上实时显示。对，所以这上面我也会去找很多模型，但还是要注意它那个版权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它做的很好，但是它不能下载。像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下载啊。一般来说，你可以看这个上面在就是右上角有一个有个美元符号的，是说明要购买，就是它是可以花钱买的。像这个是可以直接下载的，这是 downloadable。搜模型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这儿，比如说我要搜一个GBA 的一个模型，可以勾选那个。对，它在这儿有一个 downloadable， 你勾选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就其实可以下载的模型都质量不是特别好，你可能要花点时间去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对，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其实那个 PS1 的模型是在这儿买的。还有一个注意就是就是你买的那个模型其实有版权的，就是有那个版权的分类的。就有的许可是你可以随便用，有的许可它是限制许可，就你只能用于一些公益事业、教育啊，或者你做纪录片里面可以用它。所以它有些东西不是随便也可以用，有一些版权风险。但是我们这次其实因为我们想了一下，我们当时买了一个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在那个我们片子一开始里面有一个那个这一个 Walkman 的一个模型，这也是买的。它本身的许可其实是限制许可，但是我们想了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索尼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风险不大。对的，而且没事，我靠，我经常干这样的事。我看到那个许可都是什么 editorial 什么，就是那些只能什么教育啊、公益许可，我懒得管它。是，我们当时觉得可能有点风险，但是反正是索尼，而且这个已经是80年代的东西了，过去20年了，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对，就如果真的有问题，就是80年代的吧。对，就如果真的有问题，就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他沟通一下，就跟那个作者交涉一下。一般来说，他愿意放出来，那肯定也是可以让你用的。对，或者你最后做好之后，就是你要注明一下，就是给他名字备注一下作者，应该就没有问题了。OK， 那这是第2个，然后第3个这个这个非常非常厉害，就是我这次也是做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 GrabCAD。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我操，这个。它是一个，它应该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都是工业模型。对，最大的一个 CAD 的模型库。但是就是因为它是工业模型，它的模型的精度非常非常高，然后它本身就是，它的网站的体验做得非常好。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搜一个 SFC 的模型，就我们这次有很多，比如说发现那些老物件。对他们来说 SFC 是这种东西啊。美国不叫这是什么？叫 NES 还是什么的？在 NES。可以看到有一些。对。这种他们做的非常好，就是整个，因为他们是工业模型，所以整个品质感特别高的。他们这个都是免费的 ，Free CAD file，Holy shit。对，是免费的，但是我看他们许可其实也不是说你可以随便用，他的就是他们的说法是你尽量也是跟作者交涉一下，就是如果能用的话你就可以用，他们还是有点就是规避这个风险的，
就他们网站本身的态度是你跟作者去联系，但我觉得他们能放出来，那肯定态度还是比较开放的。你看到，你可以直接在这儿看，对，这本身的品质感非常高的。而且我发现，对，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个是 Nervous 建模吗？感觉无限的那个，感觉有人看到这个网站，马上要把全部下下来，然后放到什么细菌模型网上面了。对，它还有就是这种工业模型常见的，可以分离开来，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部件，有很多，像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它是可以切剖面，可以看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对，还能切了，对，这个实在太厉害了，我们觉得。但我网站招募这个太猛了，这个做成这样。对，然后因为它这个而且我发现就是好像是 R20吧，R20之后它可以直接打开 STEP 这种格式了，之前是不可以的，之前只能打开 IGS 之类的，现在 STEP 也直接可以打开了，非常厉害，我觉得。就本来这个如果你们对，这是工业模型格式，本来的话你要打开，你应该要通过 MOI 或者是通过 Rhino 这种犀牛那些软件去转一下才能打开，现在可以直接打开了。这还挺厉害的，OK，而且我发现这个上面它其实关于比如说我们这种游戏类、科技类、电子产品特别多，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上面找一些电子类产品的东西，你可以搜到各种各样的。对，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 3D Warehouse， 这你们可能知道，它其实是 SketchUp 的官方的一个库。那这个库特点就是它东西特别多，就是几乎什么都有，因为它主要针对的是。SketchUp 本身好像是一个免费的软件，谷歌出的，它除了那个 Pro 版本是收费的，所以上面有很多爱好者会，这可能他们人生的第一个3维软件，他们会做很多东西在上面。超爱建模他们。对，就我看到有的人，他几乎把他身边能看到一切东西都建出来了，就什么都建出来，我很佩服他们。薯片包装啊，什么全都有。还有什么喇叭真正录完，我也下了一个。对，好多那种，可能比如说像以前的恐龙战队的那种。玩具啊，它都有，这上面你都能找到，特别厉害。是，然后这上面它的那个版权许可基本上也都是跟 GraphCAD 一样，就是免费可以用。然后有一些有可能觉得有风险的话，就跟作者联系。可以，大概是这样。然后建模的部分的话，我这边对大概就是我们主要都是去网上去。找的一些，然后找到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些这个处理，很多东西肯定要转过来。像我们觉得就是这里叫 Sketch5 上面，它模型挺多的，而且它很杂，它几乎各个平台都有。就比如它可能是 Blender 上面的模型，或者是一些你根本没有见过的后缀的这种模型，什么点 PLY 这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格式，你要想各种办法去把它转过来。对，所以我们转换模型是个麻烦的事。对，我们转换模型花了不少时间，就装了各种软件去转这个模型。对，然后我们整理好之后的话就，像这个 CD 盒子，我们是在那个 GraphCAD 上面下的，然后下好之后，我这边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对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和模型处理。材质模式 OK。对啊，这次我们做的东西其实用了很多就特别讨巧的一些小的技术，看一下，我现在打开一下Octane， 我们整个渲染的话是使用 Octane 去做的这个材质跟渲染。OK，像这次我们这次比较有趣的这个材质上可以看到，像这个封面上我们其实做了这个纸张它皱起来效果，因为我们想这个 CD 盒里面。在这个里面，对，我们想这个纸它放时间久了，它可能会泡着软掉，特别像那种盗版的卡带这样的。对。这个的话，它不是模型，它是用材质直接可以做到这个效果。这个本来是用 Bump 吗？是用 Bump 吗？不是 Bump， 就是这次还是那个之前帮 Civision 他们做一个手机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其实用这个叫各项异形 Entropy。对，用这个之后，它的原理其实是。可以把你的高光，因为本来你不开的话，这高光是个圆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光这个没有用，你得把它开到0可能。对，它本来高光是圆，可以看到现在它是完全你看不出来这个表面的起伏。然后它的原理的话是因为我这儿加了一张这个
自己做的一个 noise 的变化，然后这个 entropy 的话，我先把这个给它去掉一下 clear。注意开这个之后，你一定要使用 ggx， 不然的话它没有用。你用默认的这个 Octane 的话，你开这个它不会有任何变化，它高光还是个圆的。它的默认原理其实就是把你的高光横向或者纵向拉长。开了之后你可以看到它会这个拉长，而且要跟你的这个 roughness 配合。roughness 越大的话会越明显，可以看它会被拉得很长。如果你开得很小的话 roughness 很小，其实看不出来这个变化。对，配合用。对，要配合的去用。然后但就是你如果只是这样的拉长的话，其实它那个变化还是不大。然后我在这儿，你可以给它加一个这个叫 rotation， 其实是把它高光重新给它扭成不同的形状。所以这儿我自己加了一个这个高光之后，它就会可以看到就会让这个表面的高光进行变化。对，虽然它不是。那如果加 bump 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效果？加 bump 其实也可以，我可以看一看。因为你加了这个之后，因为以前没有这个各项异性的时候 ，OK， 就用 bump 的时候去模拟效果，对，有的时候也能达到类似。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看我现在是用 bump 去做的 ，bump 我可能当时想的它效果没那么明显，就是特别你在转换角度的时候，它的光源可能不会有根据它产生变化，因为各项异性它是会根据你的光源的话。看不同角度，它的高光是会流动变化的。特别是那些金属的那个用 bump 就不够了就。对，看一下，我把这个 get 可以先藏起来。就是学习了。对 ，bump 可能也可以做到 ，bump 效果也还可以。bump 如果做那种铁锅啊什么的话，那个效果可能就很难出得来那种有拉伸的高光，就是。对。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对。bump 的话，因为我之前也看到，就是我们一般做那种拉丝，就是铁锅有那种就是表面一圈一圈那种纹理，你开的很大的话，它好像会出现一棱效果，你得把模型细分开高才行。之前碰到这种奇怪的问题。OK， 其实我这个东西用在好多地方，就很多因为我们觉得做这个东西，它表面高光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平整的高光，对，我们就很多地方都会去反复的用这个东西。OK，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技巧，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说一说。其他的话，有一些模型的话，像这个 CD 盒它是没有材质的，就是我们只要重新做就可以。有一些它像这个我去下载，它材质已经做好，基本上就是它把那个它是这种游戏类型的这种模型，所以它把那个贴图的话。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就它把整个贴图展好，然后颜色归颜色，高光归高光，法线归法线，所以这种对于这种材质的话，我可以简单说一下，照顾一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 Octane 的，像这种材质的话，我们建议是你可以用它的那个叫 Universal 这种类型，因为这种类型的话，它可以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些贴图的，你看它是第一个，对，就现在这个叫 PBR 流程嘛。其实就是游戏里边从以前的那个3张贴图，它好像变成了4张。然后这个里边的话，像颜色它就叫 Albedo， 它是放这个里边的。然后它颜色一般来说我们会叠加上它的 AO， 就是在这里边把 AO 加在上面。这加上面有什么说法吗？这样？因为我看好像这样就直接跟出效果，因为 AO 本来就是。在游戏流程里面 ，AO 就是能增加一个快速增加体积感的取巧的一个办法。对，游戏里面 AO 是烘焙好之后，然后直接加上去的，它是一个死的东西。对。然后因为这个是我拿到模型，它里面就有张贴图，那基本上就把它加上去之后，效果肯定会更好一点。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颜色下面是它高光，高光的话，高光这个是我自己加的，我加了一个那个表面的划痕，这个不是它自带的。还有一个是它的那个 metallic， 这个是它PBR 流程里面一个东西，就是它通过这样贴图去区分它表面哪些是金属，哪些是不是金属，因为它这个东西整个都是一块的，但是肯定不同地方的那个金属度是不一样的。对，可以看一下，像这个表面的话，这个铁环肯定是特别亮的金属，铁环肯定是特别亮的一个金属，然后
像这个旁边黄色的盖子，它应该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去定义的。一般来说，这个黑色和白色就区分它到底是金属还是非金属。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不需要做一个 mix 了。对，对，它提前给你就是划分好了。就因为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材质，我们如果要做这种效果，就是脱落的地方两个这个金属，那我们只要用 mix， 然后上一个贴图来区分，对吧？对。那如果直接用这个 universal， 现在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吗？对，这个是而且现在还有那个 blend 可以直接用一个材质球代表那个 mix， 现在就不需要那么多材质球了。啊，对，它后来出的那个就是 blend material， 那个我用的不太多。它现在好像名字又改，叫 Compose。对，因为我现在用的是2019的版本，它名字又变掉了，它又加了一个 Compose 跟 Layer 的。对，这个我们还在对还在研究，它特别复杂，可能很多人还习惯3.08。我还在用 Mix。其实我也在用 Mix。我还在用3.08的，上古的还在用。我还4.0，我比你先进一点。是，其实你们也不着急更新2018跟2019，它没有做什么特别。可能它那个体积渲染变快了一点点，他说体积渲染的那个速度快了很多。关键它现在只能用7天，现在。对，这也不是7天，这个好像是7天之后又刷新吗？这个好像是，就是它每个版本之间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它都是中间临时版本，临时版本它有时间限制，你好大概100多天之后就过期，大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会说回来，就是这个metallic， 就一般来说做 PBR， 就是游戏里现在这个时代游戏的流程里面都会有这张图区分金属跟非金属，然后就是一个 roughness，roughness 的话，它也提供了就是表面的粗糙程度。在这下面可能就是一张法线，对，一张法线，然后你把它都贴到对应的位置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了。其他没有什么好改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完全默认的。对，我这里修改的地方可能在于我在 metallic 这边其实还又叠加了一张这个贴图，那这个表面是就是我让这个虽然金属跟非金属之间就是没那么大的区别，它因为我觉得时间长了嘛，可能它金属肯定会有这个磨色，它不会那么亮，会暗淡一点，而这种非金属地方它可能也会就是时间长之后可能会有褪色或者油脂啊等等，它会反而会有点反光。所以会加一层这个东西在上面。像这里它这里可能有点困惑，它这里还有一个叫 specular， 这个其实是控制它表面那个那这个是定义它到底哪里是金属还是非金属。那么非金属跟金属之间那个亮度，默认它是完全是100%亮，但是你可以加一张贴图，就让它虽然它是完全是金属，但是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些就是其实不亮。那其实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内置了2个材质。但是它2个材质的混合比例就通过 metallic 这个对，就是一个 mix， 类似一个 mix 一样的东西，对，大概是这样。我其实就是在这个上面直接去做划痕了，我觉得划痕可能直接加在 specular 里面就可以。OK， 大概是这样。然后这材质部分我就现在就不去深入介绍好了，我们主要讲下面的东西。好的。对，下面的话好像基本上我都是这么去处理的，就是遇到这种，因为这种模型基本上都是从那个 Sketchfab 上面下来的，针对游戏的就是这样去处理它的材质，然后有一些没有像这种完全没有贴图就重新做就可以了，其他的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材质的话，大概是这2种，我大概看了一下，主要是这2种。OK， 然后下面的话，看邝要不你来介绍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就到我那个最 boring 的部分。可以，他有一些他自己的那个技巧，先把它交给他。我们先调个位置。行。之前莫非他是坐在你腿上？对，现在我们换了一条腿。换了一个。那我现在来讲一下我那个部分吧。我那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因为它时间上非常的紧急嘛。所以我更大的一个工作可能是在于这个项目的一个看到，在这个项目的推进上面，就是想让它在最短时间内怎么样最快的可以出来点东西，就是所以呢一开始我们接到这个 brief， 他说做一个房间，然后花之前也
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有集合网他们提供了一张那个手绘图嘛，然后看到这个房间也没什么特别的，然后我一开始想我要怎么做个房间，我就想起我自己家以前有个平面图，然后把它模型以前就做了出来，我就把它翻了出来。对对，我可以说一下这框的背景，它是那个环艺。做一个项目把家里平面图。对，因为以前我的专业是那个环境艺术嘛，就是那个环艺的，然后就以前这种做效果图啊、盖房子什么的。对，没白学。对对对，起码还用到了就是，然后就一开始我就直接打开了一个那个以前做好一个房间，就做完了，然后在里面就选一个房间就可以了，等于是。然后当时我就选的是这个房间，把东西都对，把东西都删掉，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这一次项目要用的一个房间，因为它很可能它其实本来是它意义不是特别大，其实它可能更多意义是在于有时候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房间的话，如果我直接上手就做的话，可能那些墙啊什么都是一条直线会平嘛，我们很难会考虑到一些梁啊柱啊这种很轻微的一些细节，反而可能是这种细节会让我们的房间看起来会更真实，就是会更有一种生活的那个气息。如果我们直接建模拿个 box 的话，直接放进去可能就会特别假，就是。对对对，这里面全是细节，就是墙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这些没有毕业设计可以用的人，是不是要上网去下一个这样？对，也可以，其实就是也是个办法，就是，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步的阶段嘛，就是一开始就节约大量时间去设计这个房间的一个布局啊怎么样？对，然后呢，我利用这个房间呢，一开始先打开这个工程，就大概先放一点东西，然后我自己做场景，就是我跟花花两个人，我们做场景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一些灯光和阴影都开起来，这样的话会看起来更舒服一点，自己会觉得就不会说全是一些模型啊，可以看到如果直接是一个这样的空间灰色的，然后就看起来就会很难过，就是而且又写感觉很孤单的感觉。对，所以我们习惯会把这个光影在这个 shadow， 我们会把这个 shadow 给打开，还要把 AO 给打开。对，反射 AO 是全部会打开。对，然后一开始其实我对这个项目其实我完全没有想法，就是我把这个房间搞好了，然后这个小人放进去，然后就感觉是我自己，我就在想这个房间应该什么样，然后毫无头绪，然后又是没有开灯的状态。对，一开始其实想还蛮多的，其实我们的项目的角度其实只有这个角度，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后面这里还做了一个杂物间，就是然后里面还有放了灯光，是因为我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灯光会怎么布，然后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天光的话，那个光源可能会太单一了，所以我会后面处理一个杂物间，让它里面透出一些红啊绿的光，可能里面是放了一个什么机房啊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外面这个门下面我也布了一个光，因为我那时候我想的是以前悄悄打游戏嘛，然后外面走廊会开个灯，然后你父母走过的时候，这里会有个影子扫过。当时我设想说动画会有这么一个桥段，对，因为好多桥段，对，太精致了。对，因为就想办法去给自己加戏，就找感觉嘛，不然的话就完全不知道这个空间该怎么做。如果完全按照那个客户提供的一个手绘图做出来的话，也会给不到那个客户的那个惊喜嘛，就是。对，感觉就是细节都在你自己的你要情境想象才可以达到那么多细节。对，就是我们会尽量就是我们提交给客户的东西会超出他们的那个预期，就是对，像这个小柜子的话，我使用的是那个CC 自己的一个预设库。然后就很方便的可以去调整一些长度啊、高度什么，因为它里面全部给我们做好了那个 user data 嘛 ，user data 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使用，就非常方便。然后万一到时候尺寸要改，就是 content browser 里面的是吗？对，就对，我呢还没有装这个，这还没装吗？我考过，但我没有装。哦，没关系。你给大家说一下，应该是在那个 Visualizer 里面。
对，我一般会，我一般用法可能会先收到一个名字，然后右键那个东西，然后可以去到它那个库里面，像你这里是没有装的，没事，待会儿我会另外去展示这一点，就是可以看到我这些门啊什么的都会使用到它这个，可以把这灯光先关掉。就会使用到它的提供的这些门会非常方便，然后我的尺寸也是会按照现实中我们那些建筑里面的一些标准尺寸去做这些模型。对，对，这个蛮重要，就是你的尺寸最好是符合现实，门其实是有它自己固定的高度和宽度。对。OK，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个工程，现在这个就002了，02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有007了。对，因为突然就不规范起来。对，因为迭代非常快，就是一个，因为我自己工作上会有个习惯，就是我一般很少点这个 save 和 save as， 我一般是用这个这个增量储存，这样的话它既不会覆盖我前面的工作，然后它会给我一个副本，然后我随时可以回到我之前的工程里面找到一些东西，再复制到我的新的工程里面。对，然后可以看到我的02里面好像并没有什么进展，然后只放了一个小盒子，一个垃圾桶。对，然后这个垃圾桶就到最后也并没有被看到，就是这是我第2天的工作量，可能因为前面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然后可以跳着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06。06已经，然后我就已经开始放东西了。然后其实这个放东西中间是发生了一点事情了，可以看到这看是不对的，可是我开始贴海报了，就是。然后这个海报我待会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讲解的。非常厉害，用 Substance Designer 去做的一个就是可以自己定制的海报。对，其实就是对于这么赶的项目来说，就本来是不应该这样做这种事情的。没事。对，然后这个是还没贴海报。这个 PS 灯做得特别好。对，最后没用到好像。对，最后它虽然换掉了。然后哇，这个反射怎么这么厉害？这个反射。是吧？对，可能是这个显示的问题，我去看一下。贴图丢掉了。对，贴图没有连到你那个里面，你可能把指定一下路径。没关系，这个因为我有单独一个讲解，就是你看一下，我就先直接跳到我那个贴图里面。可以呀。我那个贴图其实我是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就把这个给做出来，就是非常巧合，就是因为当时刚好在那个集合网上看到他有一篇文章是讲那个老海报的，然后我觉得他那个老海报里面我看到他一些细节，就是这种折痕非常的有趣，就是因为我经常会观察一些材质，然后太难的我觉得我做不了的，我觉得我不会去碰它，然后我看到特别简单的我就想试一下可不可以做出来，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海报特别有意思，然后当时我的设想就是说我想做工具，就是例如我要输一张图进去，然后我把它评分，例如我左右是对半分，然后我上下是分4分这样，万一我这样海报突然上换成这个4×4的话，我可以调节，所以我当时我就试了一下用这个 Substance Designer 去做了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工具。我先打开一下我那个工程。OK。然后我这里有个 poster 的一个效果，当时把它打开了已经。对。当时打开是一个，然后它的法线应该是说是丢失了，所以我可以在这里把它的那个所有的贴图本地化一下就可以回来了。OK， 这样的话，然后这个看所有的海报就会有一个细节，可是它只是一个简单的面片。可是我觉得如果它只是一个单纯，如果没有这种细节的话，贴上去的海报会非常的平，所以我会想办法给它增加这种细节。对，因为我自己做东西，其实我脑海里是没有说一个什么超写实啊或者照片集这样一个概念。
只是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细节，我就会试图把一个细节给做到上面去，然后并且把它放大，就是可以看到每个海报上面其实是有个泡泡的。我当时就跟花花说，到时候渲染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泡泡给看到，不然你白做了。对，这可能是自己的一点制作上一个小小的执着吧，就是对，这样的话这个海报就会看到非常的有细节，而且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在视图里面我是能观察到这个效果的，就是我对最终的效果。对，因为我不太想要等到渲染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在这个尽量会让它在这个视图里面使用它这个 OpenGL 能看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一开始去搭建所有场景的时候，我用的都是那个CCD 自己默认自带的这么一个材质，就是对。然后每一个海报也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形器在里面，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到时候就是说我放到场景里面，我觉得这两个海报可能是一个重叠关系，可能重叠关系，然后我这个角可能跟它会有穿插，可能这样的话我就会试图去把它这个给拉一下，这样会增加我去摆场景的一个效率。对。然后我就交叉讲了，就是可以补充一点，那个摆场景，其实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个小脚本。那个待会再放进去也可以。对，那个还挺厉害，花花还专门写了个脚本，而且是我第二天我睡醒的时候，花花跟我留言说我做了个脚本。那个很快就是。对。通宵做了一个脚本。没有。对，然后这就是那个小小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打开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其实，然后你要做的就是说你只要去找一张图，你去找一张这贴图是从哪里连过来，怎么会直接我这有个 text， 我刚才准备了一个，你可以直接那个吧，你去那个没关系，我这里放了一个，因为我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所有工程里面都放了一个一样的贴图，是吧？对，这样可以随时找到这个，然后用 link 的方式把它载了进去。这时候我只要把这个输到里面去的话，我可以得到一张这样的一个贴图的效果。然后这个做法我是比较希望能分享一下，就是简单说一说。对，我可以先把这个断开，可以把这个包给。我是 substance 小白。我也是。这个工具非常好用哦，我觉得就是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用一个面片去做出一个什么特别牛逼的效果，可是它有时候在项目里面它就可以帮你做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个细节的建模，就是它属于一种建模了，我感觉。而且它是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它全部都是用很小的渐变或者什么做出来，它是完全无损的。对。它是相当于矢量的东西。对。然后我这张贴图已经丢掉了，我就把它重新连到这里了。因为我最终我这里连了一个 input， 所以我刚才这里就会有一个 input 的口，所以我是可以随时把这个图连进去。这个口是关联到外面那个口的。对，然后我替换掉它就可以直接看到我这个效果。就是这种效果。对。然后你可以说它大概的组成部分，这个里边。可以。对，应该先会生成一个高度的变化，然后再是其他东西。对，我当时去设想这个材质的时候，其实我就想的就是也可以看到这里，渲染一个光线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我现在假如是个6份嘛，它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中间是拱起来的，然后两边是凹下去的，然后你折叠到这边的话，这边反而是这边凹下去，两边是拱起来的。然后在黑和白里面的变化，其实就是你白的地方是拱起来的，黑的地方是往里面凹嘛。所以我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先给它一个渐变，就是给它一个渐变去代表它其中一个单位，然后呢把它转了过来。然后如果会使用 Substance Designer 的人的话，我非常推荐使用这个 Curve， 这也是花花他告诉我的一个节点，就非常好用。就是这个 Curve 它其实在 AE、Photoshop 我们都经常用曲线嘛，这个曲线在那些软件里面我们平时就调一下一些小清新的照片，或者一些高对比度的一个照片，什么 S 的反 S 的。可是这个节点在 Substance 里面就会变得很神奇，它可以重新
定义它这段灰度。其实这个 curve 它本来工作也是这样，可是在这里的话会尤为的神奇，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渐变本来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渐变，然后你使用 curve 它去调整它的一个黑到白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话，它会成为一个中间是拱起来的，两边是凹下去的这么一个状态嘛。这边都是用黑白去描述它表面的起伏关系。对，所以它现在先做一个表面起伏的黑白渐变。对。然后呢，我会使用它Substance 里面 Designer 里面就是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叫 Tail Sampler， 它就相当于我们 CC 的一个克隆，就是相当于克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Pattern Input， 它可以输入一个图，然后呢把它平铺开，然后复制很多个这样。然后我这里复制的就2个，就是X 轴是2个，然后 Y 轴是1个这样的这么一个状态，去代表了这个左右。然后还有用这个图呢继续对它另外一个克隆，就等于是纵向是3个，横向是1个这样。然后最后就做出其实重复就是用这张图了，用这张图，然后把它黑白反过来，你可以想象黑白反过来，实际上这2张图是一样的，其实是黑和白反过来做出了这么一个素材过来。因为至于中间这种怎么连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像教大家怎么用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这个工程的话，我慢点可能可以放出来给大家去研究一下。对，主要是思路。对，可以。对，我主要是说一下里面一个点吧。一个我用过比较多的点就是，假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这个情况，就是 Substance Designer 里面经常，假如我这3个，或者其实在 CC 你也一样，就是假如我克隆有4个，然后我有时候想改一个参数，就例如我这个是2乘2乘2乘2。然后我每次回到每一个都要把它们手动的改一遍，这样会特别慢其实。所以我自己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技巧，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默认这个 x 和 y， 我可以把它回归到默认，就是默认，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已经变成错误的结果了。可以看到它默认是16乘16一个状态，就是把这张图16乘16的复制了这么多遍，然后我可能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2乘2这样，可能是2乘2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没有变。所以呢，我有个技巧就是说我会点一下这个图标，这也是一个叫那个参数，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叫发布，你可以发布一下这个参数，然后我前面已经发布过了，所以已经有了这个x amount， 就是这个 x 轴数量。然后如果你也可以 new， 也可以新增一个，那我就用回我老的那个，那我就使用这个 x， 然后这里就使用我之前发布的 y。这样的话，这2个参数我在这里就不可以调了。这样的话，你双击一下空白的地方，就相当于它的用户界面里面，它就会多了 x 和 y 这2个参数在外面。这时候你可以去调节这个参数。对，双击相当于是你在控制整个包。对，相当于这个组的就是负极的参数。对，这样的话你回到这个它的最外部，就这个，你其实在这个上面，你选中它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用的节点，这时候你就可以调它这个参数，去定义它这张图。对，特别像那个 CCD 的 Espresso 里面的那个用户数据，对，是一样的概念。对。然后刚才就是发布参数，发布完参数之后，另外几个就是说，这里你也可以去使用它这个 x 和 y， 这样他们就用了同一个参数去统一控制和管理他们的这个x y 的一个数量了，就是等于是这样的话，你就很方便去控制他们的这个分隔啊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自己会有一个经常用到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它中间这里会有这种被折过的痕迹，这个对，这个其实我们如果有时候做一些太空题材的话，什么题材的，就是像那个布料的褶皱一样，对，做那个软包一样的话，会经常用到这种效果，其实就是那个效果来的。这个效果我也是去看那个 Substance 它官方的一些提供一些素材，打开之后可以看到他们经常反复用一个技巧，然后我就记住了。它里面有个很好用的节点叫这个叫 Non-Uniform Blur，
它这个东西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你可以看它有个称谓叫 blade， 你可以想象它就等于是有很多把刮刀，就是它可以把你一些很锐的地方用刮刀去刮平它，就有点像 smooth 一样的感觉。可是它跟一般的一些模糊还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有质感的，可能可以这么说，就是。然后这张图的使用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你可以看到首先我这里会有一张这样的图，这个是用我克隆了很多个长条形的一个尖刺一样的东西，然后克隆了很多个，然后呢它克隆的位置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克隆位置是对，它克隆在我这个黑色的一个区域里面，会产生这种东西。可是如果你直接用这个来做这个皱褶的话，你会感觉就是边缘就凸起来了，是吧？对，就非常的没诚意，就是会变成就变成这样了，等于是。对，其实你还行啊，这样看还可以啊。对，然后你通过这个技巧，你把这张图输入到这个non-uniform blur 这个节点里面，然后呢，它需要就是两个输入，一个是你这张图原来的图，另外一张就是它 blur map。blur map 的意思就是说黑的地方它不会有任何的 blur， 然后纯白的地方会100%的 blur， 这个应该可以很好理解，所以我用了这张图去做一个 blur map。对，就相当于一个模糊的一个遮罩。对，然后我一般会按住 Shift， 你可以按住 Shift 可以抓住一堆的节点，然后把它抓到这里来，这样它就会帮我把边缘的地方有一个平缓的一个融进去了，融进去了，等于是。对，其实这个也没有用特别多的一个技巧了。然后，像这里还做了泡泡，就是我前面说画画一定要渲染出来的地方啊，就这个泡泡。也是用了这个技巧，也是用了 non-uniform blur 把它边缘，不然的话这个泡泡边缘会非常的硬，就是对，就不太像这种海报贴在墙上起泡泡的这种感觉。对，这挺细的一个细节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是要跟大家就普及一下一个地方嘛，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就是这个法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结果在 Opton 里面渲染是不对的，就是因为它那个Substance Designer 它默认的一个法线的方式是那个OpenGL， 它默认是 DirectX， 默认是 DirectX， 我可以去建一个新的可以看一下。对，它默认是 DirectX， 可是我们在 Opton 里面渲染的话，它使用的是 OpenGL 的一个法线方式。这两个法线方式对，这两个法线方式它没有什么很特别，它只是唯一区别就是它们的 Y 轴是反的，绿色通道。对，就绿色通道反的。所以假如你用了 DirectX 的法线，或者你上网下了模型直接丢到 Opton 里面渲染的话，你会看那个法线。你觉得它是凸的地方，你看起来会有一种凹下去的感觉。这时候你只要去 Photoshop 里面把你的那个法线的 Y 轴，就是那个绿通道给反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只能在 Photoshop 吗？不能在那个 CT 里面是吧？就是它那个Opton 很怪，就是如果你默认是可以反的。你默认是可以反的，可是你 Opton 材质里面的法线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所以它不能反，所以这个是比较烦的一个地方感觉。对，但反你也可以，就是你可以通过代码用 OSL 去实现。崩溃了。对，但那个代码太大了，就不如在 PS 里面反一反。这个还不打开 PS 吧，我觉得就对。除非你可能有100张图要这样处理。对。那可能写一个脚本会更有效一点。对。然后假如你在这个材质里面这里改成了这个 OpenGL 之后嘛，你在这里看它的结果就会变错了，所以这时候你还要记得在 Material 里面有一个编辑，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说 DirectX Normal， 然后把它改成 False 就可以了。就它就会给你一个正确的结果，不然的话那个光线什么看起来都是怪怪的，就是现在看是能感觉这里是凸的。前面就看不出这里是凸起来的。对，把这个显示这里改掉就可以了。对，就感觉 Substance Designer 就是做这种
就大批量的这种，比如有很多很多小泡泡，很多那种折痕，可能比你 PS 做的快很多。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非常方便，就是它有 random seed， 如果你觉得这个结果不太满意的话，你可以改它的 random seed， 它就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结果。一下子就可以改掉。全部都 random 了，妈的。对，这样的话就会很方便了，这样就可以生成很多不一样的贴图，因为我要4×4、2×2什么的。程序化的这个就是对，非常好，这一点非常好。对。而且就是你现在就是导出到这个东西可以导到 CC 里用了，然后 CC 界面就是你现在右边那个界面，就是 the random seed 还有刚刚那个发布出来的x 和 y 的 amount 都是有的，在 CC 里可以直接改。就它发布的好处。是这个吗？是这个。先把 CC 重新开一下。好嘞。然后就是花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是可以往外导的，我可以右键我这个节点包这个包，然后这有一个叫在这个应该是发布的。对，publish 这个把发布成一个 SBSAR 的文件。它有2种，一种 SBS 和一种 SBSAR。对。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把这个东西导出去，咱们放到不是自己电脑上，就没有装 Substance 的电脑上渲染，它还是正确的结果吗？正确的，因为 CC 有那个 Substance Engine。对。因为我发一个太爽了，发一个我来玩玩，要不然看一下。对，然后用这个我就随便发布到这里来吧。然后这些就跟那个胡迪尼那个Artist一样的，对，其实就是一样的概念。然后就有一个这个文件，然后你可以在这个 pipeline 里面，这个 Substance Engine， 对 load the substance， 对，这个 manager， 然后你可以把它，可以直接拽过来。对，它可以直接拽吗？我瞎猜的。应该可以试一下。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导进来的。这个功能其实存在很久了。对。一直没怎么用的。然后右边可以直接像在 Substance 这对，然后我刚才发布出来参数3×3、2×2就是可以直接用了，这样就。然后它这里还需要一个 input 的话，它可能需要一张图，那我就把这张把这张贴图放到里面去就可以了。学习了。对。然后它就会这边会刷新出来。对，然后就建议就是一开始不要用到特别高的分辨率，一开始可能用4K 之类的，它刷新有点慢。对。不过其实我觉得我用到最后嘛，这个东西我就没有直接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太麻烦了，就全部都导出来，然后一张张贴图，这张图片贴。对，就我虽然知道这个功能，然后也用过，可是到最后还是导成了贴图，因为导成贴图的话就比较安全，我觉得这东西它就就等于固化下来了这种感觉，然后就对，它好像就是用 Octane 可能就如果 Octane 再渲染一遍，把它转成一个4K 贴图，因为那贴图是 Octane 自己要再转一遍自己贴图的，可能会有问题就是。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我在这个项目里面，我工作部分其实做得很快，我其实在找乐子，感觉就在疯狂找乐子，然后就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出来。对，我们都找了很多乐子，其实。对 ，OK。然后 Substance 这个我暂时还有一个 Substance， 其实我还想介绍一个，其实我为什么这个材质做这么快，是其实我有点作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上面这里是有一些这种折痕的，这个折痕并不是我们 Substance 做的，所以像这样的这样的材料球不能发到那个ArtStation 上，发 ArtStation 上你会觉得你作弊了，因为人家都会写的100% Substance Designer 什么的，然后你这个不是100%就不能发，感觉。因为我这用使用叫 Bitmap， 这 Bitmap 它自带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个这应该是一张图片。刮痕样的。对，然后这样图片是有来头的，就是我并不是白嫖的，其实，可是就没有像用那么多节点啊去做这张图出来，我是使用了它那个另外，对，那看有没有下载好，我可能没有搜一下 launcher。LAU， 我这是5分。用我直接搜 Substance 有。对。Substance Player。它现在这所有东西都在一个
在一个启动器里边。对，就很看起来很漂亮这样。你看，Ultimate 好像已经有了。有了，就使用了他们这个。这是什么 Substance 炼金术，他们叫做。就炼术它可以把那个材质变成那种无缝的材质是吧？对，它用来处理一些很快速的项目的话，这个其实挺好用。其实它就是一个高级版的一个那个 Substance 里面的一个bitmap to material 一个这么一个节点，其实。它是一个高阶版的这个。打包出去，然后里面还集成了很多功能，就给很多他没时间学习这个 Substance Designer 的人去用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对你的也可以。对。主要我们会用这个也是因为每个月要付他的订阅费。对的，就钱付了不用就用一下这样。对，得返回去用它。强迫自己用一下。对，不然就钱都白嫖给他了就。对，它默认打开就是这么一个界面，非常的一个简单的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有个 export 就是看你以前做的材质，现在没有做过，所以这是空的。界面好像又变化了，又看不懂了。对，我有点陌生了已经感觉。然后然后有个 create 就是你建立一个新的材质，它要你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像 app 一样，你只要丢一张贴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前面准备了一个那个贴图，我准备就我上肉贴图。对，这个肉效果很好的，这个肉是我之前做一个项目的时候用到。然后他会问你就是你要做什么，然后我说 bitmap to material，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张，做完了，就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他。做完了的。不，他给你个默效可能不太好，可能稍微要调几个地方。一个是它的 base material， 它 roughness 很高，因为我对，因为我是块肉嘛，所以块肉的话 roughness 不能太高，就是。对。然后它还有一些预设什么塑料啊什么的，然后你这里可以选一些。可是这个就可能就跟关于它那个 materiality 的一个变化，可能是这个可能用个金属度的变化。如果你用 metal 的话就会没有反应。对，这个。organic 可能。就是反射环境的。感觉应该没有。对，这个就不会特别有用，因为主要还会在这里，就是 bitmap material 这里有一个roughness， 对，这里也有一个，然后你要把它调一下。看到了。对，可以调一下。变亮。然后它还可以加一些 variation 啊，这种变化在里面 ，AO 什么的。然后它有个 live。这个真的这么厉害了，这个东西。对，然后这里有一个金属和非金属，就是导体和半导体，就是用默认是非金属材质。对，然后它这里是定义它一个尺寸，其实这个是定义它的那个法线的高度的，就是假如你这块肉有10厘米那么大，那我高度可能就0.1左右，可能是这样，就按照一个真实的一个。OK， 它的粗糙度都变化了，发现。对。是因为法线。对。刚才法线太高了，所以它反射还是不明显。对，就有0.3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有个 live remove， 这个可以配合它里面一个东西用，就可以把一些可以看出来它变化很少，因为这张图找的挺好的。如果那种光比特别大的一个图啊，它能把那个最暗和最亮的地方给平均化，就会弄得特漂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现在这里还是会有这个接缝的，其实接缝。对，所以它这里有很多 filter，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make it tail。make it tail 还是 advanced 版本。就是 advanced， 厉害。对，它就会它会帮你这张图稍微处理一下，所以这个东西你它还可以加什么dirt dust， 还可以加这些。对，还可以加什么水坑啊，什么都可以加，好像。根据你的高度可以加水坑之类的。对。然后这个是免费的吗？还是要订阅？一样的还是要订阅？应该是订阅的。订阅的应该是。对。就你订阅之后，你的 designer painter 跟这个 Ultimate 是都有的。对。我觉得 Substance 现在这软件应该是我见过最良心了，应该是。对。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是 Bump 的超级高阶版。对，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玩一下这个，然后里面有很多 filter 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还挺好玩的这个东西。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叫 Delight 的一个节点挺好用的，可以把你的光更平均化，就是。
它在转的话还没转好，好了。这样的话这就没均对，就没有任何的光照了。这样的话，你可以在 Opton 或者什么软件里面重新对它一个打光就是。它就是说你加一个图片可能有高光影响，但你用这个动画，它把所有的光都对就平均化了。对。我操，太牛了！对，这个可以大家去玩一下，这个特别方便这个东西其实。对。所以像我们平时做项目的话，也不会去钻研一些特别深的东西的，其实。对，就是这种5秒钟5秒钟科技是最有用的。对。然后它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假如你还要再 create 一个新的嘛，就可以我也忘记它怎么再 create 一个新的，好像这是 export。这里有个 new material， 你点一下之后。他就让你重新再做一个了，就他觉得你做东西没什么多大的那个可以保存，然后就没帮你保存。其实是应该去保存它的，我觉得。然后你要做张纸，放纸图。对，然后等一下你就会用一样的操作去做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对。像 delete 什么，然后像这样纸，其实它这图找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做起来也不会那么的顺利，就是我后来也是花了点功夫去把它调的差不多，就是。对。然后关键是这张图调好之后，我直接丢到这个 Soften 里面，我就做完了，等于是。非常节约我的时间，就是这个东西。对的，是。对。好嘞，然后我去看一下，我还准备了。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准备的东西前面都加了个 cheap，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介绍的东西都很 cheap， 所以就加了一个 cheap。小技巧。对。然后还有这个现在回到我刚才那个场景吧，因为它场景崩掉了，就是可以看到我这个 V10， 现在7月11号这个才是。好，稍等，这个场景打开的话时间会有点久，因为它载入很多这种贴图啊什么的，然后它要显示出来，它要需要点时间，就是这个。对，就这次这个场景的话，它其实是就是碰到了这个渲染上最困难的几个点，一个就是暗光，还有一个室内。对，就真的是非常困难，就是它采样理论上要调得很高才可以渲得很干净的图。对，然后东西还多，就是。哇，这个打开也太久了。好了，没有。稍等。对，里面还会，因为我打开这个场景，我是主要是讲一下我有一个流程。打开了。先把这个乱七八糟摄像机先隐藏掉。因为之前做这项目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场景就没关过，所以它一直可以保持一个很流畅的一个操作。如果你第二次重新再打开的话，就会特别久。它主要是材质球多，它也有毒。对。关键里面它混了几个 Opton 的材质，它在生成几个 Opton 的材质在下面，可以看到它在倒计时在那里。对，CD 这个特别麻烦，就是你材质没有更新完之后，它就会死，就会卡死在那儿。对。就动不了。好，可以了。这个就是那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个疑问，就是我这个场景东西那么多嘛，然后我用的还是默认的材质，那到时候我要做渲染的时候怎么办？对吧？这个感觉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对的。可是又为了在视图里面看得很好看，对。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shadow 还没打开。shadow 打开会慢很多。对 ，shadow 打开会慢很多，所以有时候大家就是不要会有这种习惯啊，就是说你做项目的时候，你要非常清楚自己这个场景里面哪个点是让你这个视图的操作是特别卡的。如果你知道那几个点的话，只要你要去展示的时候，你会把所有东西打开；如果你要操作的时候，你要知道把什么东西去关掉就可以了。例如这个 shadow， 然后贴图也是比较卡的这个点。只要把贴图什么一关掉，就会非常的一个流畅。非常流畅。对，虽然东西非常多，但是还是很流畅。对，
然后我想说，就是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个材质球嘛，怎么样批量把它们就是变成 Opton 的材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可是它里面有一个小小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然后可以看到这里 Opton 打开这里，我是不需要打开那个渲染的那个窗口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只要你选中某些材质，然后这里 Material 里面有个 Convert Material， 它可以帮你把这个默认材质转换为这个 Opton 的材质。所以我要就是我整个产品都搭建好之后，我要交付给花花，让他去把材质怎么样，或者我自己先去把所有材质先优化一轮。这时候我就会选起所有的默认材质，然后执行一下这个。我现在就不去点这个，因为一点的话电脑会卡很久，就是。对。可是它给你转换出来，往往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功能没什么用，因为转出来材质非常的丑。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必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一个经验，就是在这个 cheap shading 里面，非常 cheap 的 shading 里面，对我准备了一个飞船。这个是一个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面的飞船。对，可是最后没用上这个模型。对。然后你看到它的材质其实用的是 Opton 默认的材质，然后你要做就是你打开其中一个材质看。你要做就是它反射里面，首先你使用不是它默认的一个高光，因为默认高光它只是一个假的高光，它没有真实的一个反射，所以它看起来没那么好看。对，这个对你的渲染是没有任何帮助。其实这两个，可是只是我为了在这里看起来特别的舒服嘛。对。然后你唯一你要注意一个地方就是说，在反射里面。这个 roughness 和这个 specular 是对应了那个 Opton 的那个roughness 和 specular 的，它转换的时候是主要看这两个值，所以你首先对，所以你转换的时候，如果你这里看这个材质感觉还可以，可是30%就是0.3的一个 roughness 对于 Opton 来说是非常粗糙的等于是，对，所以你可以，所以我一般会在这里可能会，如果这是一个比较亮的金属的话，可能是5%左右，5%和10%左右都可以，我觉得。然后这 specular 它CCD 默认的材质是20%，这个高光是非常暗淡的，其实对 Opton 来说，所以我一般都会开满。最后我会把所有的材质，除了这个玻璃材质，这里混了一个玻璃材质。把它怪不得我每次转的时候，它那个 specular 每次都是灰灰的黑色，对，然后就特别闷那个渲染出来的效果。对，每个手动全部重新调一遍。对，所以你可以提前先把这个东西先调好，这个调好之后但其实一样的，就先调好，等转完再调，差不多。对。可是有时候你要摆一个很大的场景的话，如果你用 Opton 的材质去预览的话，首先就没那么好看，就是特别是有时候你中间要提交那个 WIP 的时候，客户希望他想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因为他也没法想象你们能做成什么样，所以一开始我会想办法在这个视图里面就会炫出一些景深啊、一些反射啊、一些东西在里面。对，然后这里只要点一下转换之后，它就会帮你全部转过来。因为你并不希望你的视图看起来是这样的，就是。对。可是这个你进入渲染的时候，就是去 Opton 里面去看就可以了。对。这也是一个我自己注意到一个点，所以我做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放心的，一开始先把这些东西都用这个默认的材质去显示出来。我以为2个小时会蛮久的，没想到。对，发现已经。对，我们等下就讲他那个吧。我讲了5%，感觉就。今天的重头戏扫描还没。是。对，我想想啊，那我看你还有什么小的点可以说一说？那 cheap rigging 是什么东西？太 cheap 了，就不讲了，这个就。要不就讲一下这个吧，这个。因为我刚才发现你这里没有装那个预设库，所以就对6里面我这个场景里面其实是有跟这样的东西的。对，其实这东西没有任何特别，也没有做任何特别绑什么所谓的绑定啊什么的。可是因为到时候我那个场景里面我是放了一个那个可以看到这里做了一个胶带，就是一条一条胶带做在这里，然后这个胶带如果我要去一条条去做的话，我觉得特别烦，所以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
把这个菜先做好，然后再慢慢吃一个人就是，对，所以我会先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可以随意的去旋转啊，或者怎么样。对，这个东西就是，对。对，你这个是用一个这主要 loft 是吧？就是用了一个 loft。啊，那你底下那个样条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把 loft 关掉。哦，其实就是这样的。哦。所以我就这个叫 cheap region，非常简单一个。挺好的。对。可以。对，可以。对。我想一想啊，那要不要说一下书那个？书啊。对，其实这个书是用到一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东西，其实可能也会有问题，我这个。会有问题吗？你看看有没有问题。就你这里能收到，你好像没有，基本上没有。如果没是那个默认的那个吗？是默认它自带的那个书本那个预设吗？对，可以做书的那个预设。对，没关系，要不连一下我电脑啊，也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你直接在这里点一下下面一个，第一个应该是你。向日葵远程控制。对，因为 TeamViewer 挂掉了，你就只能用这个国产的。挂掉了。对。我操。也不是挂掉，就好像我们付不了款，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现在我连了我自己的界面，然后我介绍几个最后我要说的东西吧，因为时间也不够了，就是。一个就是我自己用 CSD， 其实我有自己一个习惯，就是第一个是我一定要装这个 Magic Solo 这个，它是摆那个 Nitroman， 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插件组合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它功能也非常简单，就是当我选中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孤立的显示它，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卡。然后我觉得它是比 CSD 自己的那个 Solo 要好用，所以我一直在就用这个。就是如果 CSD 我没了这个东西，我感觉就不会用 CSD 的感觉，就是对。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我会用一个插件是出自那个叫 Holog， 就是那个叫什么 HB 什么 Modeling Tool 的一个建模脚本，这个脚本也是非常高效的。然后我主要用到它其中一个功能就是那个这个 Toggle Mode， 这个快捷键是 Alt+2， 它好处就是当我选中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按 Alt+2 的时候，它会帮我转到点模式，然后再按的话是线模式，再按的是面模式。我觉得你按回撤是一样的，好像。对，可是就是像你这个键盘没有小键盘的话，就不要按了，就是。对。这时候我就可以快速切换这两个面，然后我这里不是做了一些书嘛？这个书我是用了那个 CSD 的一个预设，叫Book Generator， 在这里，这个东西非常好用，这个东西非常好用，就是你双击打开的时候，它是一个Python 的脚本。它会下载一个这样的脚本出来，也是这个 Magic Solo 那个团队做的一个小的一个脚本。这时候我可以选中这个，然后选这个面，然后在这里可以点这个 Isolation， 你可以让它是同一个组，也可以不同的组，然后我现在就用同一个组，它就会根据你选中的面去生成这些书。对，这个我也是比较爱用一个功能，就是，然后你快对方便，对，可以生成一些书，然后也可以调整它们一些间距啊、变化什么的。就这个之前我也用，以前做一个魅族的项目，就是这个。大家都用过这个，看来。对，感觉就是好像花了很多功夫摆了很多书，对，其实就是用这个。对，而且这个他写的特别好，他用户体验挺好的，就是那个感觉非常流畅，而且它可以在左上角有这样一个界面可以点，对，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就很用心的写了一个脚本，感觉就是对。然后还要就是最后介绍一个，就是花花他那天第二天晚上给我发那个脚本，就是一个超级好用的脚本，就是大家不知道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哦，就我这里还好，就只是一个书架嘛，对吧？
假如我想挪动这个输出架，我点一下这个书架，然后这时候我要在这个窗口里面找到这个东西，然后再找到它的最顶层，找到它最顶层，然后再去移动它，这样效率是有点低的，就是。所以后他就写了一个这样的脚本，就是我只要选中一个物体，然后我的快捷键是 Ctrl 加 T。我是 S。你是 S 是吧？对的。我们都不一样的快捷键。然后呢，就可以快速的选中它的顶层，然后这个就飞了。对，它远程会有这个问题。远程有问题，对吧？你可以在我这里弄也可以，因为这里当东西很多的时候，它的就体现出来。对，它效率会非常高。例如这样这个叠乐。它是一个对象。是一个对象，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分掉了已经。对，像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按 S 可以瞬间找到这个东西，可是你并没有选择它的负极，这时候按。是我的，你在我势头里按一次。按在 S， 然后它就会选中它的负极。对。然后我们去摆这个东西就会非常快速，就是。对，因为这中间有一段就是我们建模的时候要来回摆，就是特别地面上的东西还有墙壁上的东西。对。我们来回改很多遍，所以就是你每次因为东西到后来越来越多，你每次在势头里选个东西，然后你要再看一下右边的列表，对，找到它，然后再选到负极，就会非常特别多重复操作，就是。对，你这样去重新去摆它就很快了。对，然后这就是那个 select top 的一个脚本。对，这脚本其实挺简单的。如果你们就后面感兴趣的话，如果或者后面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简单说一说怎么去写这一类脚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这个需求去。因为它功能很简单，只是软件没有提供一个快捷键而已。那你有的时候是简化你的2-3步操作变成1步操作，就会很方便。它其实内容很简单，它就是一个 loop， 就是你根据选中这个物体，它不断的选择它负极，如果它有负极就返回负极，然后最后把它设置为选中就可以了。它大概是干这样一件事情。对。OK。对，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就是会把人给累死了，其实是。对。有了这个插件之后就方便很多，等于是。对。行吧。那我们就时间有限，先讲一下那个。好，我们接下来就介绍一下那个三维扫描部分。我先说一下它的原理。好的。对，我们先说一下，我正好做了一个 CSD 的简单的介绍。就重启过有在这里。有，我刚刚保存的。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个三维扫描这东西，就这个东西本身它并不新鲜，就它已经出现过很多年了。但这2年它的一个突破性的地方，我会说到，它其实在于一个算法上的优化。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以前的三维扫描其实都是，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我们可能得用那个就是激光扫描仪，它是根据你那个相机发出的射线，然后打到物体上再返回来，它可以算出来，根据这个时长可以算出来它的深度。它其实最重要是能够算出一个物体的深度来，它所有东西都基于深度的。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三维扫描的话，流程就是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台子上，然后现在这个科技的话在于，我们其实不需要激光扫描仪，我们只需要就绕着它去拍一圈就可以。那这里的建议的话就是你可以拍2圈，因为一般来说你这样只是围绕着它这样均匀的拍一圈的话，可能是不够的，比如说顶面上，或者说头顶上这个地方可能照顾不到，因为真正的物体可能会很复杂。我们现在只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小人，我等下会演示一下，扫一个那个更加复杂的小玩具，那它会有很多穿插的结构，就很难去扫到。只有1圈的话，就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的，我会扫2圈，然后再加上顶上再盖上这些，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最顶上的一个图，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包括80%的内容。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正常的扫描方式，但这次我们其实用了更加简单的办法，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有一点限制，是你必须得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比较大的空地上，然后你得绕着它转一圈，就是特别是当我们这次有很多件衣服，大概有差不多4到5件衣服，然后每一件衣服你要来回扫，可能还会出错，那这个特别累，我们可能一天只能够扫个2-3件左右。那我们后来研究出来一个办法，就我们发现这个是科技进步的地方，就在于它现在算法是可以它能够自己适应，它去找到这个东西的一个关系的。就现在我们的这个方式，其实只要我的机器是固定的，我去转这个东西，就是我让它进行旋转，然后我这儿只要建2个摄像机，然后在这儿去拍它就可以了。
对，然后但这里面有很多注意点，就是我们后来研究出来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你其实它的原理是它去比较每一张之间的这个区别，它这里官方上也建议就是一般来说这个三维扫描软件的话，就你每一张图之间最好那个相似度要到60%到80%以上，也就是说你每次大概是它推荐是旋转10度左右，就每一张之间它旋转角度最好在10度左右，那基本上也就是你转一圈的话拍到30多张图片要。OK，对，所以它的问题在于就是如果说你这样子让它这样旋转的话，那你的背景是不动的，那这个背景在动，还它在但背景不动，但是这个物体在动的话，它可能会有问题，就是它很多信息是错的，它怎么能算到就是你这个物体它能单独的抠出来，就只去计算这个物体，这对干净的背景。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是去做了一个场景，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搭了一个棚，然后后面挂了一个白布，然后就是你只要保证你的周围尽量的干净，稍微有一点就是东西的遮挡或者底下有这个盘子其实没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它会认为是错误信息，它会把它排除掉。这个就是这2年算法进化的地方，就在于你不需要激光扫描仪，你只要普通的相机去拍一圈，它也能算出这个深度来，而且它是可以，就是这个现在这些算法很厉害，就哪怕你这个东西周围有一些杂物干扰，但是它还是能算出来中间这个东西是它只算这一个东西出来，就这是它特别厉害的地方。对，然后我们等下可以来介绍一下现在我看一下，我连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相机。好的。我们要从这个切换到3次元。那我先把这个看3次元。对，我可能要把这个关掉一下，稍等我一下，看能它可以直接连接吗？再试一下，可能不行，我先把它关掉一下，重新连一个。可以了，OK， 我请邝老师帮忙掌握一下摄像机。就是首先你要有一台相机。对对对，那简单介绍我们用的这个器材。器材的话，使用的是这个索尼以前出的一个 A72，你可以把手机横过来。对，就是横过来之后，对，这样画面更宽一点。然后这个是索尼的A72，它大概是我在3-4年前买的一个相机，它的分辨率的话不算特别高，但是也够用。它分辨率是在6000乘以4000吧，对，2400万像素。然后就是就这个相机好的地方是在于它的锐度很高，所以我们感觉就是相机的好坏的话，它可能对于这个锐度的控制的话，它锐度越高，它就能得到更多的细节。我们看一下，就是你可以先看这个整个场景，就是我们准备好一个这个大的幕布，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我们去买的转盘，然后这里的灯光布置的话是左右2个灯和顶上一个灯，然后这个套设其实特别便宜，你可以去这个淘宝淘宝搜一下，我们大概花了300多块钱就买了这套装置。对，但之前我们没有的时候是直接就利用天光拍，但是利用阳光的话会有很多问题，就是如果天不好的话会拍不出来，而且因为这个阳台只是一面的，所以它可能会一边特别亮一边特别暗，所以后来我们将来还是去买了一套这个装置。这个转盘也是后来买的，之前我们都直接用那个微波炉里面的自带的转盘，然后用手工去转它，效果也还可以。微波炉转盘。对对对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这相机的话，我自己建议是，这样可以看清吧？你把那个这点好了。就是相机的话，我们建议是使用手动挡，因为手动挡的曝光是自己控制的。然后把你相机就所有的那个像是锐化呀，或者是这种优化处理全部都关掉。其实你用手机也可以，但就手机它有很多优化算法，你的图片会糊掉。然后我建议就是你们图像的话拍RAW格式。用这个，因为RAW格式我们后面会在就 Bridge 里面重新处理一下，我们需要去做一些那个暗部提高的那些细节，然后就把你能开到最大的就全部开到最大，然后我这样建议的话就是你的那个光圈要开大一点，光圈我现在开到8到9左右，因为数字要大一点。对对对，就数字要大一点，因为光圈如果不够大的话，它会虚化掉。然后这个扫描的话，它如果说东西虚化，它就会算不出来。所以锐度就是
还是提到这个锐度非常重要，越锐它就越好。然后 ISO 的话尽量开的低一点，因为就是你开的高一点点的话，就会有很多噪点，有噪点就会产生的问题，就它表面会坑坑洼洼，然后这个其实挺难避免的，这个需要你的相机跟你的那个镜头特别好，你可能要花很多钱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就是这个是没什么办法，肯定做不到 CG 上那么精美的这种画面。对。然后就是快门速度，这快门速度的话，看一下，应该是这个。快门速度的话，我建议也是调的可以就是稍微高一点点，因为你快门速度是快门的时间太长的话，它会产生一种模糊。然后我们这个东西放在转上转的，然后它转的稍微快一点点，它可能就会有点模糊，所以你的这个快门速度也可以稍微提高一点点。那它提高的话就会暗掉，暗掉就不行。就我们买灯光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足够的量，就是我建议是光越亮越好。我们现在这个买的特别便宜的，大概是好像是500瓦的这个灯，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的，特别在如果是完全晚上的话，可能是不够去使用的。OK，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下面就是这个整个场景的布置，然后可以看到布置的话，你就拿下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幕布摆好之后，放什么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拿一个桌子或者椅子，就拿一个椅子，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转台上，可以。然后我们这里其实用了一个白色的转台，幕布我们用的是白色，我们考虑是因为就是那个扫描软件，它的这个点在于就是它是根据亮度来推断的，如果是全黑的，它认为是没有信息，然后全白的，它认为也会认为没有信息。所以全黑全白最后它可以被抠掉。那我们不用黑色原因是因为黑色可能会有噪点，而且就是那个黑色可能会反光很厉害，它会反出来我们这个东西所在的地方，所以会造成一些干扰。白色可能也会有吧，最好还是用磨砂比较好一点。OK，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灯光设置好之后，那我们只需要就是摆好这个地方。然后我这建议是你可以不要就是如果是变压镜的话，不要开到太大，因为太大的时候它可能锐度没那么高。然后你可以，我打开那个相机上的那个三条的这种网格辅助线，我就尽量把这个东西保持在这个中间框这里边，这样我有一个参照，就是你不要拍的时候就是一会儿飘左边，偏到右边，有点麻烦，就它结算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麻烦。然后可以看现在我虽然拍的时候，我可能下面这儿还是会带掉一点，就是转盘的细节，或者两边会有这个椅子的边框。但是没有关系，后面我全部可以在里面处理掉。现在可以大胆就是直接拍就可以 ，OK。然后可以演示一下，就先打开这个转盘，转盘开到越慢越好，因为这样可以尽量保证你的这个拍一圈会拍的出来很多，能达到30张以上。然后对焦好之后，这个时候你开好之后，你可以先测试一下。然后测试的这个点在于看一下它噪点和那个有没有虚化这种问题，还有亮度是不是足够大，可以看一下放到最大，它的噪点控制还可以，然后边缘的话基本上还好，没有太大虚化。OK， 那我们觉得这样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套参数是可以，然后我这个时候只需要没有感情的按下快门就可以了，我疯狂按快门就可以了。没有感情。对。然后这样，我先不全部演示了，就是你拍好这一圈之后呢，然后你再去站高一个机位，就是我刚刚在那个 CCD 演示的，这样这个角度你再去连续拍，这样就可以。最后拍好之后呢，因为这个软件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你甚至可以把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完之后可能它底部还有一些线没有扫到，你甚至可以把它就是完全的换一个方向，这样子放在上面。对，这就是我之前拍的这个照片，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之前从那里面导出来的，我大概拍了很多圈，就是看一下，拍了就是大概2圈，就是底下一圈，然后顶上一圈。可以讲一下为什么用那个 RAW 的格式啊？对，用了这个是拍的是 RAW 格式，然后因为 RAW 格式我们会说就是我在那个里面会重新处理一下，因为你拍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说就是3维扫描的时候，你如果稍微提高点对比度，它识别度会很高。如果你这样直接导进去，它可能失败率会比较大。对，我们之前测试很多次之后的这个经验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就是你的Bridge 这边打开，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
我连一下这个，可以直接看到吗？可以，就我先简单导几张图片示意一下，因为我这个好像已经处理过了。对，之前还真的是一张张弄的。对对对，看一下，我就直接从我的相机里导出图片出来。OK。对，这也是之前拍的，然后我比如说我就随便先导这么多图片，大概这么多，然后我把它放到一个目录里去，先放到这个临时目录里面去。好，然后将它导过来。这里的话，我们会用到那个Adobe 的 Bridge， 就发现它非常方便，在批量处理这些图片的时候，它简直就是一个神器。然后它可以帮你批量重新命名，你有的时候可能要重新命名一些东西，就会用它会非常方便。这个是我之前处理好的。你看到像上面这个是没有裁剪，就是裁剪过后的。我裁剪照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这东西全都没有了，所以你不用在意周围的那个会有干扰的那些东西。好，看一下我怎么处理的。首先我打开这些图片，就要全选这些图片啊，还没有传完，等它传完。你这是还是要实时刷新的。实时刷新还是。然后我现在全选所有的图片，然后右键就是将它那个 Open in Camera Raw， 这个其实是 Camera Raw 的一个小插件。然后在这里的话，其实你就可能你们以前用过 Photoshop 处理照片的话，你有的时候导入照片它也会先打开 Camera Raw。然后这里边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 Camera Raw 是你电脑就是有的一个小软件是吗？不是，这是你装 Adobe 的时候，你装 Photoshop 或者装 Bridge 它会带的一个东西。对，它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你每次它专门是用来处理你的那个相机拍摄照片的。如果你是拍 RAW 格式的话，你就可以重新改曝光，改一些那个很多小细节，所以这个是推荐大家用 RAW 格式的一个原因啊。它关键是可以所有同时一起改成一样的。它可以同时一起改。这里的话，我首先一定要注意，先按 Ctrl+A， 然后全选所有的对象，然后在这儿，比如说我先要裁剪一下，然后在这儿裁剪一下它那个大致样子，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更新，所有地方就全部都裁过了。然后对，就你要一边看着一边，有的时候可能像这种图，可能它有一点你需要下面再补一点，它会立马刷新过来。哇，这么方便这个。对，然后在这儿的话，那比如说我现在可以选其中一张，都是背面，那就这样吧，我们要到正面图啊。那比如说我就用这张好了，然后我切换到100%，可能在100%的情况下去看这个图的大小。我现在是切换成这个手的工具，然后我可能需要看一下，比如像这种有些地方它会太黑，这种地方会太黑，所以你可以提高一下 exposure， 或者是它有个专门提高暗部的，就是叫 shadow， 一般会把这个地方提高，因为对于软件里面来说，如果黑就代表没有信息，这个地方很可能会修不出来，所以我会提高一点这个。但你会注意，你会发现就是当我提高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光晕，就是因为相机拍的时候它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它的边缘会有一种辉光效果，因为就会太白了，它会映到这个里面来。那这是相机会自带的一个问题。像我刚才拍的时候，我会带一个遮光罩，它会稍微好一点。那还有一个是这个里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等一下，就是在这里边它有一个 FX， 在这儿它有一个效果，它有一个叫 Dehaze， 这个东西可以过滤掉这个问题。你看到它会把边缘的这个像是那个对的辉光，它会把它过滤掉，这个就非常好，就是可以处理掉这种问题。Dehaze， 对 Dehaze 就是这种雾气效果，它会把它去掉，就会看上去更加清晰这些地方。对，然后我再接下来可能会提高一点这个 clarity， 这个就是细节对比度，提高之后它就会会有点锐化这种细节的地方，可能不是很多，但会稍微提高一点点。然后再来可能我会稍微处理一下，在这儿有一个那个 noise reduction， 就是降低噪点，因为你拍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会有噪点的，即使你处理的很好的话，像这些地方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噪点的，你可以稍微用它去处理到一点点。好，然后你处理好之后，它特别好的地方在于可以批量保存，在这儿有一个 save image， 然后在这里的话，我这儿你会选格式，在这里 format， 你就存成 JPG， 因为如果说你直接把 RAW 格式存的话，那它太大了，你导到那个软件里面肯定算出来特别慢，就存成 JPG，
然后在这儿可以选品质就开到最高12，然后在这儿是选择它那个存的路径，你选一个保存的地址，然后点击这里，它就会批量的处理一张张保存。对，这个地方就是它就把它给用完了，它的所有功能，所以它非常方便，就是你可以处理，基本上我都是用它去处理的。像有一些图片刚开始拍的时候，软件可能识别不出来，但你当处理完之后，基本上100%所有图片都能对上，这个就特别厉害。这么好。对，然后现在就差不多，我处理好之后看一下，对，用了刚才一个办法，就是在低角度拍一圈的，高角度拍一圈。拍好之后呢，我们就打开那个扫描的软件。现在就是这个扫描很有趣，它是在 Steam 里边的，所以就是需要关闭 CCD， 然后打开启动 Steam。这个正好挡住。这是我打游戏 good。对，而这个游戏我玩了很久，它是我所有库里面游戏最长的一个游戏。所以他还看到对方玩了多少个小时。对，因为我跟矿都买了，然后又发现对方正在玩这个游戏。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边这个软件它其实挺简单的，其实我是从稍微那知道这个软件的，之前看他在用这个软件，然后这里的话它基本上是一条线往下走的，你就先导入完之后，你需要把那些照片就是它会重新算出来它在什么角度，比如你拍的这个照片是围绕这一圈，它会重新对到每一张图片是在这个角度上，然后对完之后呢，下一它是自动对的吗？自动对的，就是只要根据图片的相似度，就是你这图片每一个角度只转了10度的话，它就能够算出来它这个相机在什么位置。对，所以就是你拍的时候尽量转的角度要尽量少，然后就是每张图片的重叠度很大的话，它就能够通过它来算出来相对角度。然后如果我们每张照片的角度会有一点区别，就不是没有那么平均，比如说这一次隔了10度，现在隔了30度，这没关系，这没关系，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它的容差度蛮大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它都给你算出来什么东西都可以算出来，就是特别厉害，我觉得。然后就是它对完之后，下面一步就是它会去求出来这个 mesh， 就它这个网格的一个样子。OK，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话，先导入 inputs， 这里是我处理好之后照片，是 JPG 的。这里有个技巧，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甚至旋转一下，就是把它倒过来放，然后扫它的底部。但是我就是要注意，你在这里面处理的时候，你先不要导那些图片，你不要先全部导进来。因为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把它，就是先对好它的大概样子，再加上它的底部，它是可以累加的，就是你可以先对好一个面，然后再对另外一个面，这是它挺厉害的地方。然后我们看一下，我大概是我从这儿开始，就是这张图是慢慢的转到底部，然后开始在底部转圈，扫它底部的一圈，所以我到这里，然后打开，这样就打开所有的图片，就我刚刚拍的这个几圈循环。然后我现在只要看第一步是那个添加 image， 然后第二步呢是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这个是视频，对，是视频啊，或者是你有别的，像这里是激光扫描，你有别的一些信息，你可能需要导入，然后直接到第二步来，这里是 process， 就是所有东西都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然后你可以点 start， 那就是一条龙服务，从头到尾就给你解决了。那我们现在要手动，因为我们要后面再逐步添加那个图片。所以我们这里先点 align image， 只要稍微等一会儿就可以了。align 速特别快，可能你们有的人就是以前用3维扫描会用过另外一个软件叫 PhotoScan， 那个特别老牌，就是可以算是很早的一个扫描软件。那个软件它的步骤跟这是一样的，也是 align， 首先对齐图片，然后再反求。它的 align 基本上每次都要在10分钟左右，那这个基本上那个超久的那个。对，但这个你看只花了20多秒就已经 align 好了。而且它效果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完全对上了，而且那个软件就是它反流出来的话，你的这个周边都是乱的，就是它是一个随机的转在空中的样子，都不知道是什么角度的，但这个它始终能帮你保持它一定是水平在地面上的，这点非常神奇，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出来的人。对，然后你看现在其实可以看到我拍的这个方式就是用我之前的方式，可以看一下我选这些相机。就是跟这里面一样的，底下拍一圈，然后顶上拍一圈，然后在这里稍微。这它自动 align 识别出来的。对，自动 align 出来的，速度很快。它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这个图片它被 align 上，就被正确的对上的话，它右上角会有一个小圆点。那现在基本上所有图片全部 align 上了，就全部都是绿的，那就没有问题了。对，就是你看，虽然它有些这个东西它差的感觉好像差的很大，但是它也能够 align 上，因为它们之间会互相去比如说它跟它先 align 上，那么可能它左边这个又可以再 align 上，它会逐步去添加的。就如果有的时候你第一次没有 align 上，就可能只出来可能只出来5-6个相机，然后你可以再点一次，你可以多 align 几次，它会逐步添加的，它有的时候会一步一步增加的，所以你一次没有 align 上没有关系。OK， 然后我们再去添加 image。等一下错了，点错。我先 abort 一下，就是刚按错了，就再添加一下那个图片，再去添加这个底部的。从这儿开始。你现在这样分布添加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算的更细一点是吗？它就是因为以前很多扫描的时候，我们底部是没有扫描出来的，但有的时候我需要完全把底部扫描出来，但如果你一下子全部添加的话，它可能会出错，就它可能会。它应该会出错的，对。因为你2次的，我转了一下，跳跃还是比较大的。对，因为我转了一下，就是它角度变掉了，它可能会你如果全部就是你第一次就是全部导进来，全部一次性去 align 的话，它可能会一个都对不上，就可能会出这种问题，所以我建议是一步一步来。我也觉得。对，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它这些图片已经是绿色，所以它在 align 的时候，它会利用这个信息再去帮助你第2次 align， 这个时候再点下来，速度会很快，因为它不会像第一次再计算那么多了。现在是点云信息好像，那怎么生成模型？它根据点云去反求出来 mesh。就现在你看到的确实是点云，就是一个点代表了一个颜色跟它的位置。差不多20多秒的样子。OK，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就完全对上了。就是我这里把它躺下来，然后再拍了一圈，这样的应该也能看到，可以全选一下，就这里一圈也完全对上了，就每一张图都对上了。OK，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好，然后其实这个是我第2次做了，就我第1次做的时候，它其实它更加标准，就是它连这个星星的转向都是正的，就是它完全是朝向这个正的这个方向的。那这次它可能歪了一点点，那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你想就下一步进行解算的时候，你要调整一下这个框，就所有框里面的它都会结算，但是你会发现就后面这个地方是不需要，这个地方是多余的，因为我后来把它躺下来了，然后躺下来那个地面上那个板可能它也算到了1-2个点，那这个是不需要的。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可以看到这里在这个我们需要处理一下这个框，点那个框。对，然后它这个就是标签的话，它是第一个 workflow， 就包含了所有的东西。那其实它可以分开来算，就分成 alignment 跟这个叫重建，就是我们 align 完之后要点这个reconstruction， 然后在这儿呢，它有一个调整，就是设置你的那个范围，重建范围。你这样可以先点一下，就是 set automatically 就自动设置，然后你在这儿就可以去调整它的这个范围了。尽量少的包含掉所有的东西。OK，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朝向有点别扭，你想把它转正的话，你可以就是将它那个有一个 define ground plane， 就是定义你的地面。对，这个时候你可以相当于你是把整个世界去旋转，你把它转正了，转到一个你觉得正的位置。看一下，OK， 我觉得这样子它是正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重新点一下 set 这个自动设置区，因为这个框已经歪掉了，重新设置一下，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将它尽量少的包含到这个地方。OK， 这样子我觉得就可以了。下面的话就是直接去反求它的这个信息就可以。那这里点击一下normal details，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过程可能稍微久一点，大概要5分钟左右。然后这里的话我就不演示这个过程了，我直接就看结果。对，直接看结果好了。我先把它 abort 一下。那它算好之后呢，得到的是一个网格面。
就得到的是一个就是白膜，然后你需要再点一下这个 texture 这儿，就是让它重新把贴图投上去，投上去之后呢，就是最终的这个效果了。这个直接打开最终它就是算出来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虽然它表面还是我可能第一次拍的时候那个就是光圈开的还不够高，就是感觉还是有噪点还是有点厉害，光圈可能再开小一点点。然后看一下，在这里我也准备好这个，在这里啊，这是最后反射好的。那可以看到它反射好之后，投射完之后，它其实是有一个 UV 贴图的，就是你投贴图，它贴图是特别乱，就是乱到就是你无法处理这种程度，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是它现在来说大家都是这样，就是你用另外软件算出来也是这样的，所以你贴图去修改的话会有点困难。哇，艺术，这真的是。对，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最后反射出来的效果，就感觉还是可以的。它虽然有一点坑坑洼洼，对，但是你在就是对你在这个做处理的时候已经够用了，放在场景里边已经是完全够用的一个效果了。就你可以把它因为我们最后做的时候，这个效果它可能不会那么强的明啊，它都是一些反射效果，我可能会把它放在发光里边。那基本上这样的话就把 color 关掉这个。对，也可以把 color 关掉。把那个 AO 那个 SSAO 打开就很好看。对，可以打开它的那个 SSAO，就感觉非常的真实了。对，是。对，就是而且这上面那些东西，对，就哪怕是特别复杂的这些结构，它都能很好的扫出来，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当然边缘会有些问题，这个可能需要多次测试一下，能尽量找到一个更加好的这种相机的设置参数。对，它的精度也是非常高了，感觉基本上小细节都能看到了。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在这个表面上再去重新拓扑建模也可以，如果你的对模型精度要求更高的话。但对我们这种处理来说，这样应该是够了。OK， 真的很方便。对。那这次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演示一个这个简单的小的物件处理。但我会说一下它的一些现在来说它的一些缺陷，就是它其实不能处理，就是现在这个三维扫描大部分都不能处理反射跟折射透明的对象，因为它其实是完全根据表面的那个亮度信息来算。如果这个东西是透明的，它就会算不准，就会有问题。不能直接拍，就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来用。现在只能用特殊办法，比如在上面就是你去涂一些粉啊之类的，让它重新能够拍出来表面的信息。对，你可能把它涂掉，对的。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像这次的那个衣服，因为我们现在就我们自己大概就是了解了一下，我们通过这次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测试了很多次，前面很多都失败了，因为一开始没有找到正确的这种灯光环境啊等等。我们测试了大概有30多次，然后这里边就我们算出来大概能够做到精度是。那你们这项目时间也来得及啊！好厉害。对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对，就来回找到一个合适的数值其实挺难的。就刚刚虽然跟你们说介绍这个东西感觉很快，但其实每一步我们自己都验证过很多次。像这个使用这个 bridge 重新裁接啊，然后调整它那个一些参数，让它可以更好的被 align 出来。而且一开始我们用的是太阳光。对，一开始我们用的是太阳光。然后人围着那个物体转。对，我们是围着它去转的，但是有些东西还只能这样做。就这次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就是反复算出来，就感觉大概我们在30乘30厘米之内可以精确到1毫米左右，它的那个精度。再细的话就可能做不到了。而如果这个物体太大的话，它也可能我肯定没有办法放在转台上。就比如说这一次那个集合的这个它的一个背包，还有它所有的衣服，其实我们都没有放在转台上。衣服我们用另外的一个办法，到时候我可能会在集合上，我们会有一个专访的一个文章，在那个上面我再详细说一下我们当时我自己做了一个衣架，然后把它就是完全固定在上面。因为如果你掉在空中的话，它会左右翻，它会有一点微风会旋转，就特别麻烦。我们就做了一个落地的衣架，然后把它固定在上面，到时候可以大家去那儿看一眼。像这个包的话，这个包我们当时是放在阳台上做的，因为它太大了，我们不可能放在那个转盘上，所以我们还是当时是围着它
开了一圈，然后去做的，因为正好那一天比较好的是那一天它这个阳光比较好，所以我们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我不知道是哪一次测试。是不是阳光不能看就是影子太清晰的那种，得是那种比较漫射的环境。对，漫射环境会比较好，因为影子很清晰，它肯定会算在贴图上面。这个之前扫的帽子，包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了，这个就是包，这是当时的阳光情况，就当时因为太阳真的特别亮，所以我们能够就是很好的把它拍下来，然后其实就是3D扫描，我觉得也是它特别适合这个处理这种衣服的表面，就是因为衣服表面本来就是有点起伏坑坑洼洼，它就是需要这种毛躁的表面。如果是你这种对像我们这个玩具的话，它是光滑的，很光滑的，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网格，它也并没有那么好，它可能对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很难处理的这个表面的。但如果是衣服就没有问题，衣服和帽子就完全没有问题。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觉得扫的最好的一个帽子就是那个帽子，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看一下这个帽子，对，这个是之前的帽子，然后它本身的那个哇，我操，对，感觉好棒，可以看一下，好，因为我把这个关掉之后，它这个发线也没有了，哇，它这个发线是可以用那个 Substance Designer 去生成的。对，我们当时又重新用 Substance Designer 还可以再去生成，根据那个图片可以再生成一下发线，不知道为什么发线它不出现了。你把这插进去删了。删了再来一次。对，然后把这里先显示出来，把 Colors 还把那个什么先打开。Color 还是要有的。对，然后再丢上去。知道了。可以了。对，就是加了这个发线之后，它精度就非常非常高了。就基本上不需要做什么材质细节，就你只要有个颜色，然后灯光在表面的效果就是真实的效果。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到织物的那种感觉，毛绒的感觉，就是因为表面有这些东西，它有这种微表面的结构。那如果你的模型就做到这一步的话，那其实你就不用做什么材质了。这就是它特别厉害的地方，我们觉得。那这样的话，那岂不是用这个去扫描一些材质吗？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的确是可以这样。可以的呀。对 ，Substance 它自己有一套，它官方有个教程，就是你怎么搭建一个工作台，可以自己扫描材质，可以自己扫描皮革呀，这种布料的材质。是，对。其实你想 Crazy Bump 很早的时候那种，它其实也是用照片然后来反求出它的发线，只是没有这么精确。对，其实因为它只用了一张图。对，其实这个东西早就有了，就是这种算法早就有了。然后我们觉得也是，就这种方式嘛，特别适合就是织物、布料，还有比如说鞋子等等，都特别适合用它来做，速度会很快，而且它的精度会很高。然后反而这些光滑的。你们那个包大概拍了多少张？包拍的，因为那个是当时比较早拍的，好像拍的不是很多，看一下。那帽子拍了大概多少？一般来说，对这个拍多少张？这个拍的不多，这个当时还是89张。对，我想。对，这里要说一下，就是这里建议就是差不多，你们也不要拍太多，就不要超过200张，我感觉200左右差不多。对，它有些会有一些多余的信息会。我们现在感觉已经很多了，好像。对，因为其实你算一算，就如果说你拍一圈的话，40张左右，然后2圈就是100张，然后你可能底下有的时候底下再拍一圈，或者你把它翻过来再拍一些东西，那差不多100多张左右。那基本流程其实就是它是正面立着的时候，我们环绕的拍圈，然后顶部会拍，对，也会大概拍个2圈，然后这部分的照片先导进去环球影色，然后完了以后再把底部拍的照片再导进去，结合这个感觉，所以整个模式就基本这样出来。对，大概是这样，就是正面拍一圈，顶部拍一圈，然后有一些要完全顶视图的，你可以就是也可以拍几张，但不要立马拍一张，也是从顶部慢慢过渡过去，就是像这样子的，就是你要
它都需要过渡的才，不然它会一下跳跃太大，它会识别不到的。对，一下太大它就识别不到，你尽量像每一个我都尽量隔得比较小的角度，一个个过渡过去，它就能够识别出来了。对，反正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你肯定要找几个极限点，顶部、底部，然后平的这样一圈，就能够照顾到所有信息了。然后就是还有之前说的要注意到它那个特别黑特别白的地方，像我们这次那个包的话，其实它有很大问题，就你现在看着可能效果还可以，把这个光影关掉，把shadow关了，这个好很多啊，对，还是会有点，可能那个贴图有点大，然后它其实因为这个包旁边是黑的，所以这个地方空掉了，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黑了，就它算不出来任何信息。当时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就这个图片要拍RAW格式，然后再将它在那个就是 Bridge 里面处理一下。像这种地方，因为它本来就在阴影里边，就它算不出来很正常，就难为它了。就是你放的再大，这个地方它还是一个黑的，纯黑的基本上。对，它是纯黑，所以肯定算不出来。它本身纯黑的，一般后出来就应该有对，就是如果你拍RAW格式，可能可以求出来一点点，但是如果是过白的地方，完全白的地方肯定算不了东西，就过爆了已经。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说一下，就是之前说的那个照片不要超过200张，就是因为大部分那个就是3维扫描软件，你照片越多，对你的内存要求越大。而且就是可能说一下，就这个软件的话，建议用比较好的显卡。就我之前用的是980 Ti 的显卡，它可能文章显卡用的时间太久了，它其实在反求的时候，它在那个就是 reconstruction 的时候，它用的其实是显卡，对，它在用显卡处理，你可以把显卡关掉，它这里有个选项可以关掉显卡，具体我不知道在哪里了，就是因为我的显卡之前比较老，可能用的比较久，然后它过热的时候它会掉了，过热的时候它会自动关掉，它就是每次都算不完，所以后来我还是就狠心去买了一个好的显卡，买了一个2080 Ti， 然后现在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建议你们用比较好的显卡去做这个事情。如果处理比较复杂的这个模型的话，然后就是你图片越多，对你内存要求越高。像如果你要超过200多张的话，可能内存要超过32G 才能够支持。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也不会200张。对，可能如果很复杂的东西，你可能需要很多张。像它有的时候一些细节需要再单独补一些图之类的。或者你可能不是扫对象，你可能扫一个房间，就是你从里边。就是往外拍，对，你拍的是一个空间的话，你可能需要很多张，就是200张可能还不够。看吧，你是扫物体还是扫空间？那空间我们还没有做过，不知道它扫出来什么样的。OK， 那这个差不多就是3维扫描的部分。